这个如果说以色列能够把伊朗打得趴服，趴在地上，甚至消灭大部分对美国来说也是眼中钉肉中刺的伊朗强硬派的话，那美国当然是乐观其成的。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今天2025年6月14号星期六在全网播出的这2天视频。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这个战争进入了第2天。那么今天我来跟大家谈几个问题。第一个呢，这场战争将持续多少时间，可能会产生什么后果？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们又将分析几个小问题。第一个，美国的态度是怎么样？第二呢，伊朗还有什么手段进行反击？第三个呢，最终以色列可能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好，长话短说我们先直奔第一个主题。这场战争可能会持续多少时间？根据昨天以色列官方正式的这个宣布他说至少还要延续2个星期。那么果然在刚过去的这24小时里面，这个以色列除了第一波打击以外呢，还在接连不断的打击伊朗的包括核设施在内的其他一些军用设施。当然与此同时呢，这个伊朗也开始进行了反击。到目前为止，伊朗已经至少回击了3轮，无论是导弹还是无人机。但是其实这里面大部分都被以色列所拦截了。那么这2项我们可以看出其实无论在军队的硬实力、导弹拦截技术，还是谍报工作的软实力方面，坦率地讲，伊朗都是远远的落在了以色列后面。所以这大概在过去24小时里面，双方这个互相攻击和反击出现的给我们的第一个观察呢，这可以思考的一个焦点。伊朗确实要打赢这场战争非常困难，而以色列呢将继续一如既往的，甚至某种程度可以说有一点势如破竹的要往下发展。第二个，谈谈美国的态度。大家知道，昨天我曾经在这里跟大家说，这个美国本来是昨天就是我们的时间，这个昨天晚上要举行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到目前为止呢，这个会议应该已经结束了，但是呢，没有任何的只字片语透露出来，没有任何只字片语透露出来，就说明里面有内幕。那么根据我们从各种公开的渠道获得的消息呢，应该说是这样子的：这个美国目前正在这个内部制定2条腿走路的战略，对伊朗或者对这场冲突，一条是外交，一条是军事。外交大家知道，本来是明天6月15号的时候美国的中东问题特使 Steve Witkoff， 就是前一阵经常去俄罗斯跟普京见面的那个人呢，要在阿曼和伊朗谈判，同时正式签署一个 nuclear deal， 签署一个核协议。然后呢，邦的一下被以色列所打乱了。应该说，以色列的战略目的之一就是要打破或者打乱美国和伊朗签的那个和平的协议，让美国完全的站到以色列这一边。但是美国之前有没有了解这个事呢？应该说，美国不但了解，而且心知肚明，甚至有可能说是默许的。因为根据军事专家我们调研了一些国内外的军事专家情况来看，尤其是西方的军事专家，大家都一致认为这件事情，如果说无论从导弹的拦截包括定位系统情报等等，如果没有美国的默许，甚至美国的情报资源，光靠以色列一家恐怕是难以为继的。好，那么过去的事情我们先不谈了。根据昨天晚上就北京时间，我们昨天晚上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虽然没有任何透露出来，但是我们大概率可以推演出一个结论，就是美国目前是2条腿，一条是外交，一条军事。外交呢继续着眼于，当然最近一段时间外交肯定是停下来了，对不对？但是呢就要看这个，如果说这个以色列能够把伊朗打得趴服，趴在地上，甚至消灭大部分对美国来说也是眼中钉肉中刺的伊朗强硬派的话，那美国当然是乐观其成的。而且在这个时候，如果伊朗继续要反扑以色列的话，那么美国一定在军事上是支持以色列的。所以先让子弹飞一会儿，这是美国目前的一个策略。好，那么今天呢正好很有意思，今天6月14号是特朗普的生日。按理说特朗普今天是无暇他顾的，他要在他的那个附近要搞一场小型的阅兵来庆祝他的应该是79足岁的生日。但没想到在今天这个时候他要处理这些事，所以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消息，他就说这个事儿等到我过完生日再说，等到明天后天以后再说。但是如果这个时候谁要胆敢进攻以色列，那我美国就坚决站在这一边。顺便说一下，这件事情坦率地讲，其实已经破了特朗普说在他的任期没有爆发过战争这么一种事实。之前他一直嘲笑拜登说，由于你的无能，所以你在你的任期里面导致了2场战争。现在特朗普时代，他不但没有结束战争，俄乌没有结束，加沙没有结束，现在连以色列跟伊朗的新的战争也爆发起来。
好，下面我们谈谈伊朗手中还有什么筹码能够进行反扑。坦率地讲，昨天这场以色列对伊朗的军官、高级军官和核科学家的定点清除式的暗杀行动是让我们感到很震惊的。以色列的谍报能力很强，伊朗内部已经几乎可以说被以色列渗透的千疮百孔。那么，以色列情报机关摩萨德甚至昨天还放出狠话说，我们有一天可以让伊朗内部发动政变，然后来推翻他的政权。能不能做到另当别论，但从昨天的情况来看，确实有几分相似的逻辑。好，在事情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之前，让我们先看看伊朗手中有什么筹码，大概就3个筹码。第一个筹码呢，就在第一线和以色列直接的短兵相撞，无非是导弹也好，无人机也好。但刚才我说，从昨天3轮反击的情况来看，绝大部分都被以色列拦截了，所以这一步其实很难做通的。第二步呢，就靠他的民兵力量。大家知道，民兵力量在伊朗内部的也可以说是这个国家的一个特色。但是，虽然民情抗以色列的民情很强，但是谁也不能保证这里面没有以色列的间谍在兴风作浪。第3个呢，那就是通过整个的国家力量来跟他做最后的打拼。坦率地讲，这3种可能性其实都各有后果。第一个被拦截，第二个内部突破，第3个呢，就国家实力一点一点的被削弱。从以色列方面，它能达到什么目的呢？无非是2个：第一个，摧残或者摧毁伊朗的核设施；第二，摧毁伊朗的政权。我们先看摧毁伊朗的核设施，以色列能不能完全做到？表面是可以做到的，但要完全彻底的摧毁伊朗的核设施非常难，因为大部分都在地下，大部分都在地窖里面，所以以色列的再强有力的炮火导弹要打穿地面，要一直到了地下。根据专家的说法，这里面是有难度的，而且在这过程当中，叫怕就怕一不小心，这个伊朗最后孤注一掷，砰的一下说，我用核弹头打到以色列。当然，这个时候要看以色列能不能拦截他的核弹头。所以，以色列要完全消灭伊朗的核能力不太可能，伊朗要完全用核能力进攻以色列恐怕也难。如果我是以色列领导人，倒宁可采取后面的措施。从目前情况来看，以色列显然多多少少是着眼于后面这个战略，就是斩首行动，彻底摧毁，至少是瘫痪伊朗的整个的国家体系。那么对以色列来说，这种情况发生的话，最好的结局就是顺理成章的是伊朗这个政权化于虚无，就伊朗 regime change 了，就改政权了。如果不行的话，也极大程度的削弱它，使伊朗从此成为一个趴在地上起不来的一个所谓的核国家。这2种可能哪一种更有可能，我目前要拭目以待。但是我觉得至少这场冲突不会马上结束，至少这场冲突最后的结果是有可能出现刚才我说的2种可能性里面的一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很多朋友关心什么石油啊、黄金啊走势，我觉得这是小巫见大巫的小 case。如果战争继续进行的话，石油、黄金一定是打砸。我们更要关心这件事情背后对包括中国的国家利益以及整个的中东乃至世界格局会走向何方。我觉得如果伊朗最后被以色列不要说剿灭，至少被极大的削弱的话，那对中东的格局会出现一个完全新的格局，对全球格局同样是如此。所以有关这个问题，大家随时关注我这视频啊，也随时关注我们的研究成果。好，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谢谢大家。